大家好，这边是 TY Studio Beautiful Rabbit， 今天要跟各位讲有关复层住宅，我们要怎么样从头开始。复层住宅大家最注意的其实是它的高层，这个高层呢，它可能没有不同的高层。那不同的高层，它在做初始的规划的时候，往往都是我们忘记设定立面的高层的一些重要点。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好，来各位看一下，你看这边，其实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立面。你必须要将你的立面来去把它设定好。那我们就来设定一下，假设我们这个房子是3层楼的房子，我们先把3层楼设计。那你来看哈，3层楼，如果你的地面它前后有不同的高度，你需要做什么事？你看这个是 FL1、2、3，所以假设你有一个高层是在这边，你架高了100公分，那么这一段的这个高层就相当重要了。那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你像这样抓，你在设定这个的时候，你并不知道把这个抓好，你可以将它放大到50分之一的比例，然后这个时候再把它开到细致，你会发现这条线会比较好拉动。好了，那我们来抓到这个地方。那你看这个东西在设定的时候，我们再注意一下这个地方。你看这边 F1、2、3、4，它是用数字去排列的，这是很重要的技术观念哈，就是说你必须要去知道，其实这个高度其实是从这个顺序来自于你的数字，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状态，我建议各位这样调，你把这个地方变成 FL0，因为它是 GL 嘛，所以你把它写上 GL， 你给它一个括号，而这个东西就让它跟名对应就好。不然你看这个我们可以重新写在 FL1， 好，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外面是有一个比较低的，然后往上走，你可以这样做。过来，这个一样是 F1、2、3嘛，那假设你中途还有另外一个错层的做法，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这里这个我要多一个错层，比如说我多一个150公分的错层，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差异。假设在这个地方，我又错了一个层在这个地方，啊，你看100到120，也就是说我中间做了一个很特殊的夹层，同时我可以将这个高度拉到400，那这个我加150等于是250。也就是说，你从这边到这边已经将近快1层楼的空间，可是它有个错层的地方，所以一样哈，你看这一段1、2、3它被错掉了，所以你这个地方可以把它设为新的，也就是说这边回到4。一下，我们先将这一段，先将这个跟它这个分开，你可以先写上4之1，因为你这样才不会影响到这一段，然后先写上3，好，这个写上2。好，那这样子这一段你再改回4，它就好了。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事情呢？因为很多人会误会说，我这边应该要写上1.5、2.5、3.5是一个方法。所以各位来看哈，假设你要今天要洗一个整个 overall 的这个内容，那我们再重新来试一下，这个1楼的高度跟0的就是 GL 的高度，它假设架高了100公分，它是这样做。那到这边来要做什么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以我们现在的平面图，我们先从0来开始，我们先给它一个楼板啊。那楼板这个内容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在你刚开档案的时候，它是不会出现内容的，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它其实也是没什么反应。你可以看到，你按打勾它是不出现的，所以你要把它给叫出来，然后把它取消隐藏品类。OK， 先用这一块。那这一块呢，你可以看到开个3D， 它基本上就会在这个地方了。那过来我们来看看这里。这一段的这个内容从0开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设的立面，你看它在0的这个位置嘛。那我们到架高100公分的地方来做这一块，假设后面这一块有按错出来的这个做法，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它就拉了这个高层，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会对齐于这一段。我们再仔细看一下，你看对齐这一段。那我们再来看到2楼。你看2楼现在看不到东西嘛，所以注意看一下这边有个参考地图，你把它选到楼下，它就看得到这一段。好，这个时候你再来做另外一段楼板，假设这一段这个它是戳动这一边，那你看它上面再看，好，基本上它就已经出现这种状态。那我们还可以去判断一下，假设这个地方其实这样做它是有一些这个楼梯的处理的，我们把它移动过来，可以看到它开始出现这样的错层的关系。然后我们再看到3楼，3楼的位置呢，它就是比较正常的楼板，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它其实是从前面到这一段的关系。好，所以你看3楼这一段它在这里，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开始在判断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楼梯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一段的楼梯切割出来。只能按 T 啊，全把它给切掉。同理可证，这一段我们也可以把它切开。好，所以我们先假设楼梯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继续往上走到4楼去，一样看不到，可以看到你楼下的这个比例给它。然后我们来到4楼，4楼可能是已经屋顶的，所以我们将这一段拉到这边，并且退缩一点点。这边点一下之后，你可以把这个资讯抓出来的。好 ，OK。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几个楼层架好了。那我们之前有跟各位介绍过怎么样快速放柱位，我们在这边跟各位再简单复习一次。当然也希望各位可以有兴趣的话，我去看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我们先回到0这个地方来。你看这边其实有柱线，对不对？那假设我们今天柱线的位置就在这个边角，这是1，我们先把它拉开一点点。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一段，我们每一个位置给它来一段。好，那我们假设我们抓100，抓200公分来，300公分来一次好了。那我们继续拉300。好，那当然这一段我们就把它对过来一点点，因为它其实不完全要平行于这一段。然后这是垂直的哈，那我们来看看水平的。水平的这一段在这个地方，那水平的通常我们这边会变成是英文字母，所以我们把它架开，然后这一段把它给拉上来。那这一段到这里，我们先来一个300公分一段，然后再继续，然后最后一个来到这个位置，如果看到了吗？其实这个 ABCD 它 F 它会自己会跑，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它已经跑完了基本的这个事情。那当然这一段这边还需要一段，所以我们继续把它拉过来。注意看哦，当我把这边带过来的时候，你看这边跑到刚刚这个地方，所以你要自己把它改成6哈，因为你复制的时间点不一样，会有不同的结果。好，所以我们回到这边来看，你可以看到这个一个看起来复成的内容，我们已经有这个架构了。接下来我们就很快速的放上这个柱了。假设这个是钢柱好了，我们把钢柱做粗一点点，我们就做250乘250的，然后我们这个地方2525，这要加厚，这样，那快速的在网格上直接圈选起来，然后完成，基本上它会跑出来。不过注意看这个事情，大家可能出错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柱位，在做这样的放的时候，都很容易显到深度。你要把它选到高度才行，然后让它直接跑到你要的楼层。这时候你再重新抓一下，按完成。你注意看，其实你圈出来它就出现了灰色的，然后再按完成。我们回到3D 看一下，然后它就跑出来这些基本的柱子了。OK， 所以在这一段落你直接长完之后，你可以再做一点修正。不过其实没关系，我们本来就要让这件事看起来有点效果。那接下来我们来去判断一下它的这个最基础的这个事情。这其实是我们的整个大底嘛。所以我们大底我们把它做一个比较厚的，好，我们一样设定一下名称哈，这是我们常常在课程当中跟各位分享的，请各位一定要自己去理解 ，BIM 它其实是有资讯观念的，如果大家都没有把这件事搞定的话，很容易会出现很多不需要的麻烦啊。那这个是我们大底，我们算90公分，其实大底我们做30就够了啦，不用做到这么厚。那我们为了方便大家去快速等一下看那个踩线方法，我们就先做一个清水混凝土的做法。一样好，我们拉大，清水混凝土，清水膜，好，这样子。那这是个材料而已。那当然，大家材料上的一个教学，我们之前有在别的地方教过哈。这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在这个。请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内容。那我们找一下图形，打勾，并且将这个资料库把它叫出来。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资料库，因为2023是新的版本嘛，各位可能还没有下载，我们可以测试一下。那看到这边有混凝土，我们可以将这个清单再把它放大一点点。啊，这是变小了，有没有？啊，这是放大了，你这样比较好找到你要的那个效果。这边模板孔这里，点2下。我们可以点进去看它的这个尺寸，来，我们把它放大看，你可以看到它现在的尺寸是243乘84，你可以不要把它弄这样，你可以把它变成是，因为它是长方形的，可以变成240乘120，
它会比较有一个模具在里面。好，按确定，确定，OK。然后我们回来看看这一段，你看这个厚度就加厚了，并且如果你开拟真的话，你会看到拟真它会出现一点点我们说的那种 pattern 的效果。好，我们先弄回来，因为拟真比较容易宕机。那我们再回到原来的 FL0里面，我们将这个加大，并且我们把这一段它该有的这个周围的范围把它弄起来，也就是说，这其实就是整个的大基地的位置。那这时候呢，你可以将你刚刚这个楼板这个内容呢，你看刚刚我们楼板30公分嘛，我们先选到这边来复制一个，变成15公分，然后这边改15公分。哎，你可以看到马上这一段就出现个新的，我们用隔离品类将这个几块都抓出来，直接改到你刚刚自己做的，这时候你就已经完成这样的效果。好，我们来快速做一下这个我们最后要完成的一个特别的屋顶啊，因为其实这一段会有一些屋顶的关系，所以我们假若把这2段拉高，那么我们还需要一个高层，也就是说一个 roof 的高层，到现在FL4而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再加一个350公分的高层给它，然后我们这个地方虽然是 FL5，各位一样跟 GL 一样，麻烦你写个 RL， 这样你会比较好判断这个事情。它是屋顶的，所以刚刚我们在这个立面，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你也可以在这边做哦，看很多种方法。将这2段直接在这边选到你的 roof， 所以我们假设这边有个屋顶，来我们来看，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屋顶的时候，你有很多种方法，你不一定要用楼板，你也可以选择用屋顶去处理。那我们来看看屋顶，那屋顶有很多种方式哈，它有一基线啊，一挤出一面的。那我们现在因为要做一个比较特别的状态，我们一挤出去处理，所以一挤出去处理的话，我们必须要先解决一个事情，就是它必须要有个面让它去走。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按这个一挤出，我们去点一下这个一个面，去找一个你觉得面。在有些教学当中，有些人会希望你切一个参考立面哈，但我觉得这件事可有可无。你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不这样做，但我们先以这样做，让大家快速可以上手。那这一段假设我这边有一个斜屋顶，我是要这样切过去的。你看，因为我们到后面了，好，那我这样拉一条线，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在过去之前，如果你能够先将你这个挤出的开始跟 ending 做个决定的话，它会比较快知道这个内容。从这边是0，这条线是0，你要往推过去，可能是1800，写了它就会出现这个内容。那你们注意到这个工作平面，它目前在什么地方？我们再看一次，它目前在某个面上，所以它的这个开始跟终点，如果是0的话，你看看这个地方，它就会这样走，它等于是从0往这边推。所以如果你要往反向推的话，你要负180，有看到吗？所以这个尺寸、这个比例关系是有存在的。那当然我们自己就要知道要做什么才是我们整个主轴。好，那透过这样的做法，你可以看到这边它的厚度，我们还没有做屋顶嘛，我们一样来做一个屋顶给自己。我们用混凝土屋顶去做，那厚度我们给它一样设到30公分，加厚的。这个我们一样，就是整栋我们做一样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把这个事变太复杂哈，让大家知道建模的一个基本的观念。你看这个段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这样做完之后，这几根柱子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必须要贴附于这个屋顶，它就会自动裁掉。你看它被裁掉了。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屋顶，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垂直开口，也就是说，你看我这边开一下线架构，你可以将你需要打开的，比如说我想要把楼梯打开，我想把这一段打开，然后我可能在这个地方我需要开一个园区的开口。好，你可以看到我这样开完之后，你的屋顶就已经被开了几个口了。那这个屋顶除了我们刚刚说混凝土之外，它还能做什么事情？其实你看它原来就已经有预设的一些屋顶，我们可以给它加厚几个层次给它。比如说这边有个15公分的，那这个我们可以做个简单的屋顶，比如说我们就开一个，一样啊，命名这个是真的相当重要，所以各位可以去理解一下，就是假设你今天做了个材料你可能这个是3合1屋顶、4合屋顶或琉璃钢网，你可以直接写屋顶，然后琉璃钢网。
我觉得混凝土屋顶好了。那厚度其实不用太特别强调啊，不过如果你有今天特别要讲这个什么事情，也可以去加强一些内容。先把这个拉起来，好，然后到这边来，一样把它打勾。那我们刚刚的这个混凝土屋顶，它有很多种模式嘛，你也可以透过别的方式去抓，譬如说我们一样混凝土，或者是你可以用这种比较平滑的角度去处理。好，按确定，一样，这个名称麻烦你自己要写啊，你不写的话，没有人看得懂。按确定。好，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它已经出现了一个层次上的变化。OK， 好，那同理可证，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可以，因为屋顶做好了嘛，我们可以将这个结构直接按隔离品类，我们可以将这些东西直接顶到底，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我把这两个圈圈起来。把它隔离品类，可以直接将这些全部抓起来贴附到这个顶，好，你看它就直接接上去了，这对我们来说其实相当方便。OK， 好，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关系之后，我们来做一点点这个基本的楼梯。那楼梯蛮单纯的哈，楼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它其实就是个梯段。那以往我们在做这个楼梯的时候，它都会需要个平台嘛，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假设我从这一段走到这个地方，注意看哦 ，F0 到 FL1， 它其实才100公分高而已。所以其实，在第一个段落，它只有几阶，你看它只有6个竖板，所以你要抓这个6个竖板之前，你要自己抓，你可以像这样抓6个竖板，然后你看它是从这边走上来，你可以换边的。这地方你完成之后，你在这边点一下，它这边向下嘛，你可以变成这样向下。我们来看一下 3D， 有没有？它是这样向上的。那这个段落是在这个地方，那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地方看起来有点不太合理哈，因为其实这高层往往都是应该突出去的，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个段落重新来去对照一下，这空间到底要拿来做什么？比如说我这边这个接到这边来，我只是为了说有一个平台，那么我把这边给架高打开，并且将这个带出来一点点，让它有一个整合的效果，所以你看这边就出现像这样的状态。OK， 好，那过来。我们到这个段落的时候，它通常走上来，它必须要有个关系嘛，所以这一段我们也得退缩一点点。好，我们再退缩一块。好，再来看一下它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你看到这边来，它就走到这一段，所以我走上来之后，这是第一块。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我走到这边来，我从这边走到上面来，所以我到1楼。你看1楼在这边，我们再做另外一个楼梯。一样，我们将这边是1到2，对不对？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从1到2，我们现在从这边要走到另外一段，所以回来这边看，在这个地方的1楼要走到2楼，它在这里。好，我们来做一下这个梯段，你看它是这样子。那当然你可以稍微移动一下哈，因为它可能跟你的角度不一样。啊，这个东西会出现这种状态是正常的。为什么？你看哦，在这一段我们刚刚并没有看到这个高层，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地方，你的基准楼层应该是要能够看到1楼，不然你完全对不到。看到了吗？所以这件事情对各位来说，你要知道怎么调。如果是初学者的人，好，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已经得到这个基本的内容了。等一下，把这个调过去。好，所以在这一段，你看从这边上来，从过去就有了。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如果我们今天有一段其实是要从这边走到这里的。那么它会有关系，但我们今天不这样做，我们特地做另外一个做法。所以看我在2楼的时候，往往都是往楼下看。如果你今天往上看，你想看的话，有个方法，你看哦，顶层的这边可以选到 FL3，可以看到 FL3 这个地方。那这时候我们才开始去做我们真正的这个楼梯的关系。我们继续来找一下楼梯这一段。好，你看我们如果楼梯今天要装在这里。你就可以做这件事。你看，从这里到一段，其实2楼到3楼的高层并没有差很多，因为你看我现在2楼到3楼其实是这一段，可是事实上你是从1楼到3楼，所以你这个楼梯就要选择1楼到3楼。你看阶数会变得不一样，变成18个。那你看我就要选择1楼，所以在1楼，我如果想要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重看1楼想要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要看它其实要选到3楼，它才能看到3楼的这个楼板的位置。那你现在做楼梯的时候，你就要选1到3。
这个点相当重要哦，因为很多人其实对于楼梯的高层他没有直接先去理解，也没有把你这右边这个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右边的这个性质拉到右边去，这样你在找的时候会好找很多。好，你看这一段我这样抓到这边来，你看它就自己会做个折梯，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这样处理。哦，某种程度来说，你这样接跟这样接的角度是不相同的。我们再做一次了，你看哦，我先从这一段。假设我今天要做这一段好了，我故意做这样这一段，然后我再从边接过来，你看到吗？它其实就会这样自己帮你接过来。我们来看一下3D 会发生什么事，有没有看到？它就接过去了。好，一把楼梯就在这边。那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它，或者我们可以在3楼的位置将这把楼梯往前推动，这样就好。好，我们再回到3D 来看。好，大概你可以看到1走到2，然后2走到这个位置啊，我们从0走到1，1走到2，那这一段，然后走到回到这边来，这边是1走到3，然后我们来看3走到4，一样哦，你看哦，这地方你是要往上看到4的，所以你看4楼的楼板在这里，所以我们这继续做另外一个楼梯，那这楼梯也可以做很特别的做法，比如说我这样绕拉过来，好，那我们现在确定。你可以看到这一段，我先把这个接过来。好，回到我们的3D 来看，我们有看到这一段就是悬空出来的这个楼梯了，从这边走过来到那一段。OK， 好，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讲的这个内容就是基本的这个观念哈，从楼梯走到不同的位置，那也希望各位可以比较有感受。那我们现在最后再做一个快速帷幕墙，让大家有点感受。我们在做墙的时候呢，这边都有基本的帷幕墙嘛哈，那我跟各位讲。我们幕墙有教过一个专辑，所以我们会在上面丢给你一下资讯卡，你可以看一下。这地方我们先复制一个，我们就用这个150乘250就好了，固定距离。但重点是你的这个管子要有一些关系，这是这个内部类型。我们都先给它做圆形的竖框。好，内部类型我们用小一点的哈，外部类型用大一点。按确定，你可以看到这一段这样完成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一样好，高层很重要。假设我现在是从1楼到3楼或到4楼，我们可以全部衔接起来，我们直接将它整段绕起来。好，我们看一下3D 发生什么事，你可以看到整个就被绕起来了。当然，一样道理哦，因为你现在其实是一个整个的环绕嘛，我们将按住 Ctrl 将屋顶跟这个墙把它隔离掉，你会看不到，因为我刚刚选到的其实不是帷幕墙架构，你要整个全选，再把它，我们也可以隔离元素。那这一段你整个圈起来，它其实也可以贴附于底，就直接站上去，你完全不用再做什么处理。当然它有一些骨架的问题嘛，因为它有一些开口，但不要紧，可以看到它就出现像这种感觉。OK， 所以以这样的状况来做，我们就已经完成了一个新的架构。而这个架构呢，你可以很快速的开一个透视图来看看。那我们为了要让这件事看起来有点样子哈，我们来做一点边际轮廓。这个先把它打开。好，那我们来去将这一段落是要打开的，我们把它打开，把它裁剪掉。这边有一个大开口，那为了让这个整个基地的效果更明确，我们再把它拉伸出去一点点，因为开口在这边嘛，把它拉伸出来一点点。好，我来3D 看一下，它已经有这样的大概的架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地板上面这边准备做一点草皮，我们让它看起来有一个前置作业的关系，有点道理在外面。那同样你看哦，我再做一段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对齐于它，然后我们复制一块，这楼板它其实是草皮。那我们厚度不要这么厚，我们厚10公分就好。你看到我们继续再做一个新的。我们写地景了哈，因为它其实是地景的一种嘛哈。然后草皮，
这是地景的材料，然后把它打勾，找一下草皮，草皮在这个地方在工地作业这边，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草皮，我们原野草地这点两下，然后跑进来。好，你看到我们刚刚做的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们把外面这个 tab 去掉，直接它就长出来了，看到了吗？那你如果要让它降低一点，你只要让它去做负10，就让它就降低了。好，那我们来找几棵树来哈。那因为今天这个课程呢，我也希望可以把这个专案档给大家练习，所以我们会把它放在网络上，各位只要去填写一下问卷，你就可以直接下载。那我们这边处理一下，我们找一下元件。那在元件上面呢，它当然很多种模式啦哈，所以在这边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各位的，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各位的分类哈。稍等一下。好，所以我们把这个植栽抓进来抓进来之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植栽基本上的这个树那 Inkscape 那个我们的原来的这个元件的基本的树呢，它其实是蛮多种的，它就基本上有这些基本的这个树。那当然你要去确认一下这个树有没有 render 的这个图案，因为原来预设的它是没有 render 图案的，那你就一定要去载入它嘛。那你载入它的时候，你就要特别去看我们有没有自己要做的这个内容因为像我们自己都会分类分这个类型，然后有一些植栽。那植栽之后，你可以先看到它大概有哪些样子，你可以用缩图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有做一点点基本的这个内容。那因为我们自己做的植栽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有跟各位讲过一个 SketchUp 汇到 Ribbon 里面的做法，这就是我们用的一种方法之一。我们叠给大家看一看。你看，很早之前有在做这个事情那这个影片我等一下也放到我们的这个资讯栏，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好，假设我们这个是900公分的高度，你看，其实在这个里面我就会出现像这种 SketchUp 的这种感觉。好，那当然，其实我们最喜欢用的还是 Inkscape。你看，直接用 Inkscape，它就可以帮你把 Set Library 找出来。那你可以看到用这种方式去做的话，它会更方便一点，它直接会帮你下载。那当然，其实，在 Inkscape 这里面，它是可以做 Offline Set Library。我们这个还没有用，20年是新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植物在哪边你看它全部在这边嘛。那你看一下，它其实会有它的植物的地方。那你可以直接找一下，让它去找，然后跟你讲有哪些它也很多种类型，那你可以去看。那假设我们现在想要找一下 tree 的话，它会有一些 tree 的关系，那我们找一下 tree。你可以看到，像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地方，我想要做高一点的树，那我先选这个，它自动把你载进来，那你就可以直接放上去。你看到，直接上去。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我就可以这边放几个树。那当然，这几个树它不是只有同一种你也可以透过刚刚你看它不同的角度，可以用个另外一个这个出来。那么你载进来之后，它会有不同的关系嘛？所以你看，我可以抓这边，也就是我可以多装几个，比如说我再抓一个，再做一下，在这边，还有在这个小的这个。好，那我们先把它关掉好了。看这个地方，我可以比较重复的这个，我可以把这两个直接改成另外两个。你看我载进来，它就出现了，所以它就一点点关系就出来了。然后你还可以把这一段变成另外一个，那可以稍微变形一下。那这种树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高度你还可以再做一点变动，比如说你看偏600它可以帮你缩小那所以你看，如果同样东西你要变动的话，你要记得给它一个高层比如说这个地方你希望它现在是600嘛，那你就给它的命名，它是600公分高。那么你复制一个，你希望它是1200公分高的，那么你复制一个，然后你再重新做这个事情，它才会变成你要的这个另外的不同高度当然这一段你看这也是，就是这个假设你觉得这个太高了，那你就把它变成是800公分好了，一样这边变800公分，你看它就会缩小一点，这样的高层会比较合理。那这几根树也是它都太高了，你要把它降低一点，那么你也应该要给它一个高层，现在是1036嘛，那假设我今天用提线，比如说我要900，你设一个900。它会有几个比较缩小的，所以你可以用这样去做比较自然的状态。好，那同样的状态就是，其实你也可能会需要比如人嘛所以一样我们用 Inkscape 再找一下它的 Set Library，
去找一下它的 people。你看这边会有 people， 对不对？选一下这个 people， 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些人啊，比如说我们入口这边，我们给它放上一个讲到 server 人，它直接可以放进去。好，那除了一个之外，我们还可以继续找啊，就是你按 ESC， 再找找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这边有另外一个2台脚踏车好了，那你放下去之后呢，你可以把它做个转弯动作。那我们先将几个人都抓进来，抓完之后我们再来做下一个事情。好，这样可以了。那你看这边这个地方它就有出现这样的关系。那你看它高层有没有放对？现在是对的。好，那在这样完成大概基本的样子之后呢，我们准备来进到一个 render 的角度，所以我们从这个里来去抓一个透视角。这边有透视图，我们抓 3D 透视图的透视角。你可以看到，假设我们从这边抓一个直线的透视图，它就会出现像这样的结果。我们将这个拉上去，然后把这往上拉动，左边拉开，把植物拉开啊，因为植物很高。好 ，OK， 大概这样子。那你给它命名一下，这是立面透视图。好，这样子的状态之后，我们直接看 Inscape， 看 Start。好，所以你看，当我们这样抓完之后，你看这个树还会动，因为新版的它有支援一些更好的动画的发展。好，我们可以往上拉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调整一下它的关系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你看它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变动，比如说 outline 可以打开粗一点、细一点。那这个你不要偷 explosion， 可以把 explosion 降低一点，然后看起来比较不会这样子卡住。然后你在 image 这边，你可以用 shadow 做点调整，然后将这个颜色做点变动。可以看色温可以调整。那过来就是你的太阳的日照的强度，你可以调整一下。然后有没有那么锐利？我们现在没有装人造光还没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将这个白色的打开。假设现在我们是在 mountain 里面，可以试或者是 starting side 在这里，可以做一点简单的这个变动。那它当然也可以在窗里面，看起来比较。但我个人比较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去表现。好，那不然你可以看到，在这边我们可以将这个整个的它在这做点变化。好，这是2道图片。好，所以你看，其实像我们现在这样做，它就已经出现了另外一个东西。OK， 好，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这一段，希望各位可以快速的去理解你怎么样去做高层，并且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内容。那这张图我们一样直接把它输出，它就可以得到你要的这个基本的效果。好，所以不论这个今天这个内容是不是你曾经有遇到困难的，我都希望可以跟各位分享到这些内容，因为很多人有可能会做到负层建筑，或者是你的案子它可能本来是只有单纯的单层住宅，可是它是负层2层楼的，那你可能都会去设一些高层，所以我们可以从那边去看看，好，我们就假设我们是这样走进去看看，好，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高层的关系。可以做一点变动，然后再抓，然后彼此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好，再往下看，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范围之内。希望今天这个影片可以让大家快速的理解，那其实这个事情可以很方便就完成，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教学才10几分钟而已，其实很短，大家就可以学到很多可能的一些初步概念的说，你可以快速的提高你的课，对我们来说是相当方便的。好，如果你们有更多问题，都欢迎留言。那如果你对这个建筑的课程也有兴趣，也欢迎跟我们咨询，我们会尽力协助你。谢谢大家。